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近期在台湾引发热议的现象，居然有兼职工作，时薪高达新台币720元。这不是天方夜谭，而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。想象一下，一份临时工3天就能赚进将近18000元，5天进账23000多元，而且工作期间包午餐、饮料免费供应，下班还有手摇饮和点心可以拿，仿佛游戏里的神级福利。这待遇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梦幻？有人形容薪水高得像在抢劫，也有人开玩笑说720元的时薪只比医生低一点点。更夸张的是，网友分享他只做了3天就赚到17280元，相当于一般服务业半个月的薪水。许多人看到这些数字都震惊不已，直呼钱给到位，什么都好说。这一系列让人眼红的条件究竟是哪家公司这么豪气？答案就是最近正式进军台湾的韩国电商巨头酷朋。酷朋为因应6月中的618年中购物节，在台湾大举招募短期仓储人员，开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时薪，白天班每小时630元，晚班更高，达每小时720元。要知道，这数字是目前台湾一般电商仓储时薪的2到3倍以上。以其他几家本土电商的待遇来看，同一时间，虾皮晚班时薪约265元，外加1800元津贴及加班费。Momo 富邦购物网也不过将时薪调高到232元起跳。就连老字号的博客来也只是在促销前提早部署人力，薪资水准仍在正常范围。相比之下，酷朋狂砸重金，祭出3倍薪的诱因，瞬间把临时工市场的行情推到了破表的境界。难怪消息一出，社群网站上炸开了锅，打工族们奔相走告，生怕错过这班财神列车。为什么酷朋愿意砸下这么高的工资？这背后当然不是人傻钱多那么简单，而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策略行动。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这件事。首先，物流人力需求。每年的618购物节堪称电商界的年度盛事，各平台订单量暴增，出货压力骤然飙高。酷朋身为新进玩家，为了在首次大型促销中拿出漂亮的成绩单，势必要确保物流运转顺畅。如果仓库爆单却人手不足导致延误，那对一个强调快速配送的新电商而言将是致命伤。因此，高薪征才就是一剂强心针，用钱快速招齐足够的人手。事实证明效果惊人。酷朋在桃园观音区的仓储招募点人山人海，有报道指出报到现场大排长龙，有人足足等了2个小时才轮到办理。但有趣的是，这等候的2个小时一样计薪，许多上班族甚至请特休假跑来兼职，就为了享受这难得的高时薪机会。短短几天内，酷朋临时工大军迅速就位，为物流高峰期提供了及时火力。其次，这是一场成功的行销操作。酷朋开出720元时薪的消息，不仅在求职网站疯传，还登上各大媒体版面。从电视新闻、网络新闻到社群论坛，全都在讨论史上最高时薪兼职这件事。免费接驳车接送，免费便当和饮料，3天就入账数万元的经验分享贴文，接二连三的在网上爆红。一位打工族在 Threads 网络论坛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几天内浏览人次超过67万，底下留言几乎一面倒，都是羡慕与惊叹。有人说，上3天班赚的钱比某些产业实习生做1个月还多。还有网友半开玩笑地表示，看来我剩下的年假有地方用了。这种病毒式行销效应，可是其他电商砸钱买广告都未必换得来的。换句话说，酷朋花在临时工薪资上的钱，同时也买到了巨大的声量和关注度。一夜之间，原本对酷朋这品牌还不熟悉的台湾消费者和劳工，也都记住了这个砸重金抢人才的新玩家。对一个刚进入市场不久的电商平台而言，能在短时间内提升知名度，这笔行销投资可说相当划算。除了补足人力和行销宣传，高时薪策略也对竞争对手造成冲击。试想，同样是在大桃园或台北地区的仓储打工族，原本可能在 Momo、虾皮之类公司做时薪200多元的理货员，现在看到酷朋给出3倍薪资，会不会动念跳槽过去短捞一票？答案显而易见，
酷朋此举无疑造成了人力的排挤效应，别家电商临时工可能被吸走，或是不得不跟进提高薪资待遇，才能勉强留住员工。对手们一方面订单量照样飙高，另一方面却突然面临人手紧缺的压力，只能疲于招架。虽然这波超高薪征才只是短期活动，过了促销档期，薪资就会恢复正常，但在这关键的几天内，酷朋成功抢得先机。他不但顺利补充了自家物流火力，还在无形中搅乱了竞争者的节奏，可谓一箭双雕。讲到这里，我们不禁好奇，酷朋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底气这么足，敢玩烧钱大战？其实，酷朋有韩国亚马逊的称号，是南韩最大的电商平台之一。时间回到2010年，创办人金范熙放弃哈佛高材生的光环，在美国纽约创立了酷朋。起初只是一个类似团购网站的小团队，然而这支后起之秀成长惊人，靠着不断投入资金建构自己的物流网络，在竞争激烈的韩国电商市场杀出血路。酷朋最大的绝招就是仿效亚马逊的重资本策略，自己盖仓库、养车队，开发先进的火箭速配配送系统，承诺会员今日下单，隔日清晨前送达，甚至提供无条件免运和超便利退货服务。经过10多年的耕耘，酷朋累积了上千亿台币规模的年营收，在韩国在线零售市场稳坐龙头。2021年，酷朋更在美国纽约证交所上市，市值一度冲高到800多亿美元，成为继阿里巴巴之后美股最大的外国 IPO 之一。拥有软银等国际投资巨头背书，加上在韩国成功经验所累积的雄厚资本，酷朋具备了充足的弹药来进行海外扩张。台湾正是酷朋国际扩张计划的首选战场之一。据悉，酷朋早在2022年就开始布局台湾市场，大手笔投入行销预算，制作广告狂轰猛炸，甚至给出新用户首次购物3折这种惊人的补贴优惠，一举吸引大批好奇的消费者下载 App 注册尝鲜。结果呢，短时间内酷朋 App 冲上台湾下载榜冠军，显示出初步的市场魅力。到了2025年初，酷朋更进一步推出了名为 Wow 会员的付费订阅服务，每月只要新台币59元，而且前90天免费试用，会员就能享受无门槛免运、火箭速配隔日达，以及30天内免费退货等超值待遇。这方案听起来是不是很眼熟？没错，几乎就是亚马逊 Prime 或自身韩国服务的台湾翻版。在台湾电商圈，过去也有类似尝试，例如虾皮曾推出虾拼 Plus 订阅服务，满一定金额就免运，但撑不到2年就叫停了。Momo 则有针对重度用户的 Mobi 优惠或 Mo 加方案，但并没有做到免运吃到饱的程度。很多人质疑台湾市场是否养得起这种亏本的会员制，觉得连虾皮都做不下去，酷朋可以吗？然而酷朋显然有不同想法，他宁可短期亏损来培养用户习惯和忠诚度。韩国经验显示，加入会员的用户购物频次明显提高，而当会员规模够大时，整体营收和议价能力也水涨船高。韩国的酷朋甚至赶在去年把会员月费一口气调高将近60%，约新台币180元，付费会员依然高达1400万人，没有大规模流失，反而替公司创造了更高收益。可见只要服务做到位，消费者愿意买单。现在酷朋把这套模型搬来台湾，自然也愿意投入成本来换取市场地位。从补贴运费到提高薪资，都属于烧钱换成长的战略之一。了解了以上背景，就不难理解酷朋为何敢砸出720元时薪。归根究底，这家公司有着远大的扩张野心和实力，把台湾市场视为长期投资。他们相信，只要先站稳脚跟，用户数和订单上来了，未来赚钱只是迟早的事。反观台湾本土业者，多半追求年度盈余和成本控管，不可能轻易抛出如此夸张的短期待遇。这不是谁对谁错，而是企业发展阶段与策略不同使然。酷朋如今还处于抢市占、求增长的阶段，所以愿意以高薪优惠来换取知名度与用户量。等到未来地位稳固了，他势必要寻求盈利平衡点，但在此之前，我们会看到他继续烧钱撒币，各种大动作频频出招。当然，高薪策略固然亮眼，
现实执行中也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。首先就是劳动强度的问题，很多抢进库棚临时工行列的人事后坦言，钱虽好赚，但真的是用身体换的。有参与者形容仓库现场如同高温健身房，长时间搬货、装箱、贴单，没几分钟就汗流浃背，一天走下来双脚酸痛不已。据说资深员工甚至自备3件 T 恤轮流换干，现场热到衣服不断湿透。还有人分享，工作内容包括拣货、按订单找商品、理货上架、货品品质检查等等，看似简单重复，做久了却很伤手，一不小心手腕手指容易受伤。有人在网络上直呼，做过一次不想再做，太累。也有朋友撑了5天，虽然赚进3万，但身体几乎到达极限。甚至有网友提醒说，别只看到钱，库棚零工看起来爽，其实很糙，劝大家量力而为。除此之外，临时大量涌入的新手员工，管理上也是挑战。有传闻说，有些零工可能因表现或其他因素没做满就被请走，让人觉得高薪背后也存在风险。不过总体来说，大多数参与者对这次经验仍保持正面态度，毕竟短时间内荷包大进补，酸痛再累，一想起薪水又有了干劲。很多人笑称痛并快乐着。这次库棚高薪征才带给台湾社会一个发人深省的话题，年轻人真的不愿意做苦工，还是待遇不到位？长期以来，不少传产老板爱抱怨，现在年轻人不肯吃苦，不愿进工厂，但库棚用实际行动打脸了这种说法。事实证明，只要薪资诱人，年轻人一样能排队抢着进仓库挥汗。几天下来，网络上充斥着台湾哪里真的缺工，缺的是合理的工资这类讨论。有评论指出，台湾劳工的基本薪资和多数服务业时薪长期偏低，年轻世代当然宁可往待遇较好的行业跑。如果企业开出的条件够好，不用你说，大家自动报到。库棚720元时薪事件就像一次市场实验，清楚地展现了薪资与劳动供给的关系。短期内将工资提升到某个临界点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便迎刃而解。当然，没有哪间公司能天天开出这种天价时薪，但或许可以启发雇主们思考，适度提高薪酬，改善工作条件，才能真正吸引并留住人才，而不是一味抱怨年轻人不愿从事基层工作。对消费者而言，电商大战的序幕也随之拉开，库棚砸重金冲业绩拼服务，势必倒逼其他业者做出反应。未来我们可能看到本土电商加快仓储自动化，提升物流效率，甚至推出更多促销优惠来守住客群。短期看来，最大的受惠者或许正是消费者和打工族，前者享受更快速的配送与更优惠的价格，后者则有机会趁促销旺季多赚一笔外快。就拿这次618来说，许多在库棚购物的买家也切身感受到它不惜工本的服务。今天下单，隔天早上包裹送达，配送速度丝毫不因大促档期而打折，背后正是那群高薪聘请的临时工在拼命作业的成果。供应商们也开始注意到这个新伙伴的实力，能在短时间涌进如此庞大订单，还保持妥善出货，库棚展示了不容小觑的销售能力。可以预见，未来若库棚进一步强化在地供应链，扩充商品种类，本土电商将面临更大压力，市场竞争将更加白热化。然而，高处不胜寒，高补贴、高薪资的策略终究要回归现实面的考验。烧钱战术能撑多久？什么时候开始转亏为盈？这问题不止我们在问，投资人也在看。库棚目前种种大动作，短期内虽带来亮眼的成长曲线，但长期盈利模式仍待验证。如果有一天全球资本市场风向转变，不再青睐烧钱换成长的故事，库棚可能也得调整脚步。不过至少在现在，库棚还跑得起，烧得动，我们就暂且当一回乐观的看客，欣赏这场电商龙争虎斗。同时，对一般劳工和消费者而言，也不妨静观其变。也许未来某天，高薪抢人的戏码会在更多产业上演，整体薪资水准因市场竞争而水涨船高。又或者，库棚的720元只是昙花一现的市场宣传，风头过后，大家该领多少还是多少。但无论如何，这段期间发生的种种，已经为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。
故事说到这里，答案也呼之欲出。酷鹏之所以能在台湾开出720元的时薪，正是凭借其雄厚的资本与对市场的野心，以砸钱的方式迅速打开局面。这当中有策略，有计算，更有对人性的深刻洞察，用高薪调动积极性，用福利换取好口碑。一时间，打工族争相传颂这段用3天赚进小2万的奇遇，仿佛神话。然而神话的缔造者并非慈善家，而是一个精明务实的商业玩家。或许未来当别的老板在抱怨找不到人手时，大众会调侃地回一句，那请你也开个720块给看看。毕竟酷鹏已经替我们示范了什么叫做以心诱人，也隐隐让整个产业看到了新的可能性。电商战国时代正式启动，谁能笑到最后仍未可知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在酷鹏的高调登场后，台湾的电商与劳动市场将不再一成不变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未来我们将持续关注这场电商竞逐和其对你我生活的影响。